2月7日，小龙女陈妍希在自己个人社交平台晒出自己4张美照，并配文称恋综初体验，见证了她和她的温柔与浪漫。半熟恋人第2季来了。按照正常来说，陈妍希为节目打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结果没想到却因为这个上了热搜。我瞅了一眼，我就想告诉自己，怎么手这么欠，这狗粮我是真不想吃呀。在节目中，陈妍希没想到呀，爆料自己和陈晓的头像都是和对方有关的，自己的头像是一只兔子和一只猪，分别代表了他和陈晓的属相。陈晓的微信头像是和陈妍希拍《神雕侠侣》时拍的一张搞笑照片，我只能说好有爱啊。陈晓、陈妍希两个人的头像都是关于对方的。谈到这里，姐姐也是满脸幸福的笑意，两个人真的有在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，爱都藏在生活的细节里，甜蜜蜜的感觉。接下来我想从热搜这件事来聊聊陈晓、陈妍希夫妻。2月8号，有朋友跟我说，这2天有位女明星疑似拖家带口住在了热搜上，我点进去才知道，原来陈妍希参与录制的《半熟恋人2》开播了。番茄必须感慨下她的状态，这皮肤这发量，完全跟40岁不沾边吗？让我们说回批发热搜的事儿。虽然恋综吧不可能聊怎么考事业编，必然要 Q 到爱情故事、夫妻日常啊啥的，但节目组似乎打定主意，带着一只洋号，要怪就怪王子文刚分手不久，张雨绮前任太多不好意，而杜海涛不爱秀。总之，陈晓没拿通告费，却撑起了99%热搜。Part 1。我老公是比较依赖的人，点外卖都要用我的手机（括号姐很享受这种依赖）。弹幕：哇塞，果然还是真夫妻最好磕。Part 2。当年并非因戏生情，我觉得他很幼稚。顺便秀一波老公当年表白的土味情话，我觉得你还蛮像我老婆，确实就是陈晓的风格。仔细想想，当初在剧组的时候，确实不像是追到手的样子，更多的是陈晓单箭头的直球。在宣传期，陈晓曾经很认真的评价过陈妍希，主持人说用2个形容词，他回答了一大串，对比之下，女方的回应就客套的多。他说陈晓是个帅气的外星人，两人真正擦出火花是陈晓到台湾拍戏，借机猛追没有开工的陈妍希，才有了后来的种种。Part 3。关于情侣头像的2、3事，陈妍希的头像是一副兔子和猪的插画，代表夫妻2人的生肖，同时兼具年年有余的寓意。而这幅画呢，也老早就晒过了，当初陈晓还说那只猪像狗来着。那陈晓的头像是啥呢？也没啥不能说的，就顺道再秀一波恩爱呗。你看他真的好爱啊，有这些点滴日常做底气，在提起眼里没有光这个老话题时，陈姐才能霸气回复，他又不是奥特曼吧。Part 4。梦华录只看了前10集，因为后面陈晓就不陪他看了。想想也是，顾盼生辉的 CP 粉那么凶，与其陪老婆看自己跟别的女神拉丝，还不如赶紧溜。如果单看以上的截图和八卦，真的要以为陈晓在参加丈夫的浪漫旅行，而陈妍希坐在观察室里疯狂撒糖。于是有吃瓜群众开始疑惑并反感，这狗粮含量是不是过于高了？这还没完呢，即使陷入尬聊状态，也要死死把陈晓拖到话题里来，比如问陈妍希有没有磕过陈晓和别人的 CP， 坐在旁边的王子文都听不下去了，就差没冲着杜海涛说你有病吧。好在陈妍希脑子转得快，说磕陈晓和王一博的组合，这才没让观众脚趾抠出个城堡来。半熟恋人2目前只播了第1期的上下集，可以预见在之后的宣传里还要借着双城炸流量，网友们也开始了秀恩爱剂量的探讨。正方觉得男明星可以立宠妻人设，女明星怎么就不能把老公爱我挂嘴边了？做人不要太双标，毕竟陈晓作为圈里公认的钢铁直男，除了生活中的另一半，其他人很难了解所谓木讷之下的真情。即使是面对不得不聊的场合，说起婚姻生活和面对外界传言的反应，都只有2字：躺平。而他好不容易有点沟通欲望的时候，热评第一又会立马把天聊死。于是瓜友们只能对着他俩同框的照片和视频一通分析，在混辩和恩爱如初里反复横跳。你看他黑脸了，肯定是感情出问题要 GG 了。你看他们又十指紧扣 A， 连做核酸都牵着小手不放，肯定好着呢。现在陈太太好不容易有个窗口亲自发声了，怎么能嫌人 Q 老公频率太高呢？给我磕！与此同时，反方觉得陈妍希的娇妻文学已经严重影响到路人缘，可能是陈晓确实太闷，几乎不分享日常吧，而陈妍希婚后更侧重家庭，几乎不怎么进组，微博上发自己的美照热度远不如带老公儿子出场。去年好不容易拍个戏，媒体关注的重点又是小腹微凸疑似2胎，逼得他只能发健身照辟谣。不聊吧总说离了，好不容易上个恋综能敞开了说，又要被嘲笑废老公，只能说男神老婆不好当，夫妻中比较糊的那个自带秀恩爱烈士吧。但陈妍希是怎么糊的呢？
记性好的朋友肯定忘不了，这可是当年火遍两岸的初恋女神哇。虽说于正的《神雕侠侣》让她在姑姑的系统里垫底，可沈佳宜滤镜确实坚挺了很久，以至于 N 年后上浪姐还要用当年的剧照玩梗。除了结婚后重心转移，番茄认为还有个巨大的因素是，在村里通网之后，大家发现清纯女神的人设更像是大陆特供，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。当初双陈结婚大会通稿都是发的金童玉女互为初恋，而陈妍希在不同的节目里被问到前任之类的话题，统一的话术都是没有，可在弯弯的报道里居然都打出4儿专业户的标签了，这信息差也太大了吧。小地方本来就没什么秘密，陈妍希自小家境优渥，高中就出国去留学，那会子 Instagram 还是新鲜产物，大小姐的第一条 po 文就十分狂野，后来又被报在南加州大学，是校花级别的人物，每天有男生开车排队在校门口等着接，早恋啥的咱不过多评论，但关于初恋的细节都描述的如此详细了，应该不是空口造谣吧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，陈妍希大学毕业后决定回台湾发展，当时的男友 Aaron 为爱相随，后来女神进了娱乐圈速展情丝，男方最后堕落到贩毒被抓，还有一首叫 Sorry 的歌为证。后来陈妍希在跟周渝民合作偶像剧时拍吻戏主动伸舌头，还被观众投诉来着，紧接着他插足大仔恋的新闻也来了。可能同在小岛难免被比较，但我还是不觉得他俩有啥神似的。周渝民这段当事人从没回应过，但跟柯有伦的8个月蜜恋分手后，男方亲自锤了，人呐，还是不要轻易装纯，容易打脸。至于其他的桃色新闻，比如当着马伊琍的面跟文章亲密互动，玩拿牙签扎大腿的小游戏，旁边的刘诗诗和李连杰都看不下去。再比如一夜赴两难的饭局，又或者跟林子祥的儿子林德信搞暧昧，以及那个让陈晓眼里失去光的严重丑闻，都说明看上去再像白莲花的女明星，切开之后都是五颜六色的。反正当初宣传那些年时9把刀当众送的绯闻男友册，算是把极有女神的外号给焊死在陈妍希身上了。而陈晓呢，本就是个认死理的人，试想他一直活在我是老婆初恋的童话中，然后有一天被告知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并且在网吧通宵了解了另一边的风流史，他能不是一副颓废死鱼脸吗？要知道这可是在综艺问答里被问，如果心爱的女生像林徽因那样告诉你我同时喜欢2个人，会在答题板上写上大大的去死吧的爱情洁癖捍卫者啊。即使时过境迁，曾经的玩咖早已洗尽铅华，化身贤妻良母，可吃过来龙去卖瓜的小伙伴多少会因为狗粮超标不适，转而被死去的记忆攻击，再感到无边的尴尬。而且带入弯弯媒体视角的话，当初要不是在内地拍戏认识了陈晓，在台湾可能还真没男星敢把极有女神娶回家。如果时间再来一次，陈妍希还是会去演鸡腿姑姑，收获她的过儿。但嚷嚷着绝不后悔的死丫头于正，早就已经在拍鼻姐马屁时后悔了。要是陈晓也满肚子风花雪月，肯定也谈不上嫌弃。坏就坏在身为男明星，感情却约等于白纸，入圈前是孤家寡人，当明星之后也就跟赵丽颖那段被定性为炒作的模棱两可绯闻，于是就有人忍不住呀，夜深人静时，陈晓到底有没有过一瞬间后悔当初被爱冲昏头，以致没做背调就领了证呢？恰逢于正若有似无的煽风点火，以至于赵丽颖又被拉入漩涡，人生原本就无法回头，成年人既然做了选择，就要担得起后果，选择好好过日子就得主动翻篇，过不下去自然会离，也用不着咱操心。一想到同为古装男神的霍建华被爱带衰的命运，就很怕陈晓一蹶不振。好在梦华录让他的事业回春，还是祝福后院没有幺蛾子，多拍好作品回馈观众吧。